这句话可能是你这辈子听过的最毒的一碗鸡汤，因为它可能正在让你心甘情愿地接受剥削，并离真正的财富越来越远。今天我们一起来精读一本2024年霸榜《纽约时报》和美国亚马逊的经典财富书籍《财富方程式》。这本书就是一本会把所有这类温情脉脉的谎言都撕得粉碎的人间清醒指南。它的作者斯科特·加洛维是一位白手起家的连续创业者和纽约大学的明星教授。他用自己前半生踩过的无数个坑告诉我们，想获得成功，你不应该追随热情，而应该追随天赋，因为精通才能带来真正的热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跟随加洛维教授彻底拆解他提出的财富方程式：财富等于专注加自律乘以时间乘以分散投资。这不仅是一本关于赚钱的书，更是一份关于如何在这个残酷又现实的资本世界里活得富足、自洽且幸福的硬核生存指南。刚刚我们聊到说这本书是一本人间清醒指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一上来就打破了我们对财富最大的一个迷思。很多人觉得赚钱嘛，不就是学点金融知识，懂点投资技巧，会算各种复杂的表格就行了吗？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可能就掉进了第一个大坑。这本书的作者加洛维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想想，他可是拿到了顶尖商学院的 MBA 学位，自己创办过9家公司，为公司融过几千万美元的资金。按理说，他绝对是个懂钱的聪明人吧？可他自己坦白，直到42岁，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的那一刻，他看着产房里的一切，感受到的不是喜悦，而是排山倒海的羞耻感。他搞砸了，他本可以拥有几百万美元的存款，但他没有。他辜负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辜负了这个刚刚降临的小生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呢？加洛维说，问题不在于智力，而在于行为模式。财富自由压根就不是一个智力修炼，它是一个行为模式的结果。有一项针对消费者的研究也发现，虽然金融知识少和缺乏自控力都会导致人们欠一屁股债，但数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这2个因素里，自控力的缺乏才是那个罪魁祸首。你看，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我们很多人就像年轻时的作者一样，不是不懂，而是做不到。每年年初都立下雄心壮志，要记账，要存钱，要投资，结果呢？大部分人的新年计划都活不过1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想靠意志力去对抗自己的本能，这种状态太累了，早晚会把你耗干。作者认为，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能让我们做到知行合一，这个力量他称之为品格。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品格与行为的飞轮。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品格和行为它俩是相互绑定的，像一个转动的轮子。你的品格决定了你会怎么做事，这是轮子转出去的一半，而你每天做的事又会反过来雕刻你的品格，这是轮子转回来的另一半。这个轮子可以是越转越快，让你不断向上的良性循环，也可以是让你不断堕落的恶性循环，而选择权就在你自己手里。这其实和我们经常讲的修身是同一个道理，在你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第一步永远是修正自己。财富只是修身成功后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你看问题就从我该学什么理财技巧，变成了我该如何塑造自己的品格。而要塑造品格，我们首先要看清楚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你可能觉得敌人是贫穷，是老板，是内卷，但在加洛维看来，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现代资本精心为我们打造的消费幻觉。这个系统太懂得利用我们人性的弱点了。你想想，在人类99%的历史里，我们都活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中，大部分人的寿命都不到35岁，饥饿是头号杀手，所以我们的基因里就刻着对糖、脂肪和盐的强烈渴望，因为这些在过去是稀缺的保命资源。一旦遇到，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让我们感觉愉悦，并记住这个感觉，好让我们下次再去寻找。但现在呢，我们活在一个物质过剩的时代，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还停留在远古的设定里。资本就利用了这一点，把高糖高油的垃圾食品、各种刺激你购买欲的广告铺天盖地的塞给你。解决了生存，另一个更强大的本能就登场了，那就是繁衍。20多岁的年轻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寻找伴侣，而吸引异性往往需要炫耀和消费。作者就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糗事，他23岁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第1年拿了3万美元奖金。要知道，他之前的银行账户里从来没超过1000美元。他拿到这笔巨款后干了什么？他转身就去买了一辆宝马，为了显得自己热爱运动，他还在后视镜上挂了一副泳镜，尽管他1个星期只游1次泳。
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方便出行，也不是为了健身，就是为了向异性发出一个信号：我很强，我很有钱，快来跟我约会。你看，这些深植于我们基因里的渴望，正在被商业社会无限放大，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那要怎么办呢？难道要像苦行僧一样生活吗？当然不是。作者借鉴了古老的斯多葛哲学，提出了塑造品格的4大内功心法，或者叫4大美德：勇气、智慧、正义和节制。第一是勇气，这不只是不怕死的勇敢，更是坚持不懈的毅力，是不害怕贫穷、不害怕失败、不害怕尴尬的内心力量。营销广告最喜欢利用我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勇气就是对抗这一切最有效的武器。第二是智慧，智慧意味着你要能分清楚什么是你能控制的，什么是你控制不了的。就像那句著名的祷告词说的：改变我能改变的，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你控制不了外部的环境，但你可以选择如何应对。第三是正义，这听起来有点大，其实很简单，就是心里要装着别人，认识到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相互依存。一个诚实、正直、敢于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才能赢得盟友，而不是孤军奋战。第四是节制，作者认为这是在现代社会里最重要也最难做到的一项美德，因为整个资本主义都在利用我们缺乏自控、痴迷消费的弱点，而节制就是对所有这些过度行为的抵制和管理。这听起来还是很抽象，对吧？别急，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如何把这些美德落实到行动上？作者给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极其有效的方法：放慢脚步。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说过一句话：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们拥有选择我们反应的自由与权利。我们每天要做上百个决定，小到早上吃什么，大到如何回复老板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我们的本能反应往往是情绪化的，不过脑子的。但如果你能在哪怕一天中的某一个决定上停顿一下，在那个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微小空间里，告诉自己：我能掌控这件事，我的反应由我决定，然后选择一个更理性的行为，而不是屈服于一时的冲动，那么你就已经在品格修炼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就是这样一个个微小的有意识的选择，日积月累，通过那个品格与行为的飞轮，最终会塑造出一个更强大、更自律也更有力量的你。所以财富方程式的第一步其实是向内的修行，是关于人的修炼。只有打好了自律和品格这个地基，财富的大厦才能盖得稳。那么地基打好了，我们该如何搭建大厦的主体结构呢？这就需要财富方程式的第二个关键要素：专注。但谈到专注和职业，社会上流传最广的那句建议追随你的热情，可能正是最大的一个坑。下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应该追随天赋以及赚钱的正确姿势。这一部分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财富方程式里的专注。一说到专注，很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职业选择。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一定会从四面八方传来，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也可能是你看过的某本名人传记，他们都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你一句至理名言：去追随你的热情吧。这句话听起来是多么的政治正确，多么的鼓舞人心，简直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心灵鸡汤。但加洛维教授却用一整本书的篇幅冷冰冰地告诉你，这句话可能是你这辈子听过的最毒的一碗鸡汤。为什么这么说？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有人建议你追随自己的热情，那很有可能这个人已经财富自由了，而且更有可能的是，他的财富压根就不是从什么充满热情的行业里来的，而是来自一些听起来特别枯燥的行业，比如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等等。他们自己靠着枯燥但赚钱的行业上了岸，然后回过头来劝还在水里扑腾的你，要勇敢地追逐梦想。这听起来有点阴谋论，但现实数据就是这么残酷。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热情行业，比如艺术、娱乐、体育，你是不是觉得这些行业光鲜亮丽，充满了激情和梦想？但数据告诉我们，只有2%的职业演员能真正靠表演为生。世界排名前1%的顶尖音乐家赚走了整个行业录制音乐总收入的77%，超过一半的视觉艺术家，他们从艺术创作中获得的收入还不到自己总收入的10%。数字媒体的出现，本以为能改变这一切，但结果呢？它反而加剧了这种赢家通吃的局面。视频网站上排名前3%的频道占据了85%的观看量。问题出在哪？就出在这些热情行业里最不缺的就是怀揣热情的人才，人才的供给已经严重过剩了。
当一个行业里有无数的年轻人愿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不计成本的投入时，你觉得从业者的议价能力还剩下多少？作者举了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例子：香奈儿这个全球顶尖的奢侈品品牌，毛利率超过90%，一个包动辄卖几万块，背后的家族都是亿万富翁。但就是这样的公司，他居然在招聘无薪实习生。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大把对时尚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主要是年轻女孩愿意免费为他工作。所以作者说追随你的热情，这句话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准备好来接受我的剥削吧。这时候你可能会反驳，不对啊，乔布斯不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亲口告诉毕业生要找到自己的热爱吗？那段演讲视频在网上有几千万的播放量，激励了无数人。但作者考证后发现，乔布斯本人恰恰是追随热情这个理论最大的背叛者。我们来看看乔布斯在创办苹果公司之前，他真正的热情是什么？他痴迷于冥想、书法，只吃水果的果实主义，甚至喜欢赤脚走路。他对科技最初的兴趣是和朋友沃兹尼亚克一起造了一个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的蓝盒子。他从来没有在日记里写下，我这辈子最大的热情就是创造一台个人电脑。他之所以会去做苹果电脑，不是因为他遵循了什么内心的召唤，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他的朋友沃兹尼亚克是个技术天才，造出了一台很牛的个人电脑，而他自己是个营销和商业天才，他有能力把这台机器推广出去。他不是简单的追随了热爱，而是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他之所以后来对推广个人电脑这件事充满了热情，甚至把它称为思想的自行车，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做得太出色了。他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和社会认可，这种精通和成就感反过来点燃了他的热情。你看，这才是真相。大多数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有研究表明，26岁以下的年轻人里，只有20%的人能明确说出自己的人生热情所在。对于剩下的80%的人来说，追随热情就像一句空话。而且，就算你以为找到了热情，这种热情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改变。所以，这本书给我们指出了那条真正能走通的路，一条与追随热情截然相反的路，那就是不要追随热情，去追随天赋。作者提出了一个黄金公式，也是这本书最核心的洞见之一，那就是从天赋加专注到精通，再到热情。你看这个顺序，热情是排在最后的，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起点。第一步是找到你的天赋，天赋是什么？就是那些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但对别人来说却困难重重的事情。你可能不觉得那是天赋，因为你做起来太轻松了，但那恰恰就是你的优势所在。第二步是专注，你要把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打磨你的天赋上，花上无数个小时去努力和牺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0000小时定律。第三步是精通，当你把天赋发挥到极致，你就会在某个领域里变得优秀到不能被忽视。最后一步才是热情，当你因为精通某件事获得了成就感、社会的认可、经济的回报，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感，会让你真正的爱上你所做的事情。就像没有人会从小就对税法充满热情，但是美国最顶尖的税务律师，他们不仅财富自由、受人尊敬，而且他们因为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无人能及，所以也对税法充满了热情。你不太可能在你讨厌的事情上做到顶尖，但精通绝对能带来热情。所以别再被那碗追随热情的毒鸡汤给骗了。你的任务不是去虚无缥缈地寻找什么热情，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发掘自己的天赋，然后像个工匠一样日复一日地打磨它，直到你发出光芒。到那时候，热情会自己找上门来。好了，关于专注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戳破了追随热情这个最大的谎言，找到了那条更靠谱的成功路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该如何发现我的天赋？我们下一部分接着聊。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发现自己的天赋呢？这东西听起来玄之又玄，不像身高体重那样可以测量，我们怎么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呢？别急，作者在书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接地气、可操作的自我探索指南。首先，我们得接受一个现实，光靠自己闷头想是想不出天赋的。天赋很少会在不被召唤的情况下自己显现出来，特别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它更关心我们能取得什么成绩，而不是我们到底是谁。所以，指望在教室里发现自己的天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太现实。那么，第一步该怎么做呢？作者的建议是走出去，去亲身体验，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大型的实验室。
尤其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也就是20多岁，要把这段时间看作是探索实验的黄金时期。你应该像一个好奇的探险家，把自己置身于各种多样化的环境、角色和组织里去，无论是去当志愿者，做几份完全不同的兼职，参加体育运动，还是学习一门看似无用的手艺。这些丰富的经历就像一面面的镜子，能帮助你照见自己的不同侧面。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哪些领域你不擅长，甚至很讨厌，和你了解自己擅长什么是同样重要的。排除掉那些让你痛苦和挣扎的选项，本身就是在缩小你寻找天赋的范围。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广撒网还是有点漫无目的，想找点工具辅助一下，作者也提到了第二种方法，可以适当参考一些性格分析框架，但要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市面上有很多性格测试，比如 MBTI、盖洛普的克利夫顿优势识别器等等。作者坦言，这些系统的科学基础有待探讨且存在争议，所以你千万别把它当成金科玉律，更不要被那几个字母标签给定义了。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以及阅读分析报告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非常好的自我反思。它就像一个朋友从另一个角度帮你梳理了一下你的性格特质和潜在优势。这对于职业生涯早期的你来说，哪怕只提供了一点点启发或方向调整，都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不过，前面两种方法都还只是辅助，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第三种，成为你自己人生的侦探，从过往的经历中寻找证据。你要像一个侦探一样，回顾你走过的路，仔细审视你的那些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你要问自己，在过去，别人通常都喜欢让你扮演什么角色？在哪些事情上，你总是能比别人做得更轻松、更出色？在哪些领域，你又总是屡屡碰壁？作者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他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特别擅长举办派对，总能把场子搞得热热闹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应该去当一个派对策划人。你要像侦探一样，深入挖掘这个表象背后的深层能力。这可能说明你具备很强的创造力、组织能力、推广和销售技巧，甚至是一种能让别人愿意跟随你的领导力。这些才是可以迁移到各种职业中去的宝贵天赋。所以你要分析你的成功，找到背后的核心技能，那才是你的天赋所在。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发现天赋的认知盲区，我们必须打破，那就是我们常常会严重低估自己的天赋，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太轻松了。我们往往能够清晰地看到别人的才能，并对此感到惊叹，因为他们完成的那些任务对我们来说很困难。但反过来，对于那些我们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掌握的技能，我们常常不以为意，甚至根本意识不到那是一种天赋。所以，当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家人经常夸奖你在某个方面做得特别好，而你自己却觉得这不就是有手就行马的时候，你就要警惕了。那很可能就是你的天赋在闪闪发光，只是你自己还没发现而已。好了，到这里我们就把如何发现天赋这个问题聊清楚了。那么，当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对自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大概知道了自己的天赋所在之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把这些天赋与一个能让我们获得财富的职业赛道完美的匹配起来。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聊的话题：赚钱的正确姿势。那么，找到了天赋，该去哪条赛道把它变成财富呢？这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赚钱的正确姿势，如何选择和经营你的职业。首先，我们得建立一个可能有点残酷但至关重要的认知，在时代的浪潮面前，个人的能力有时候真的没那么重要。作者打了个比方，选择行业就像选择去哪里冲浪。一个顶级的冲浪选手，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小池塘里，也掀不起什么浪花。但一个技术还不错的普通人，要是能赶上一次世纪大海啸，他也能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10年里，一个在谷歌表现平平的员工，他的职业发展可能远远超过一个在通用汽车公司里表现卓越的员工。这就是趋势的力量。所以，尤其是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花时间去思考和判断哪个行业正在浪潮之巅，远比你低头猛干要重要得多。那么，具体的职业赛道我们该怎么选呢？作者根据他几十年的创业、投资和教学经验，给我们剖析了几条主流赛道的真相，可以说是干货满满。第一条路，也是被媒体和影视剧神化的最厉害的一条路，创业。很多人都觉得创业者是天选之子，他们有改变世界的想法和无与伦比的能力。但作者告诉我们，别傻了。他自己创办了9家公司，见过了成百上千的企业家。他发现，大多数人选择创业不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
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往往是那种在大型组织里待不下去的人，他们内心躁动，不善于接受批评，也受不了那些微不足道的不公平。换句话说，他们是因为当不好一个打工人，才被迫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力不行，恰恰相反，这些看似缺点的特质，正是创业者所需要的。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本质上必须是一个顶级的销售人员，因为在公司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唯一能卖的就是你对未来的愿景。同时，你还必须有极强的韧性，也就是被打趴下无数次还能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作者就拿自己举例，他高中连续3年竞选班长都失败了，竞选学生会主席又失败了，甚至连毕业舞会邀请女伴都被拒绝了。但他就是有那种敢于面对拒绝的劲头，这才是他后来成功的秘诀。当然，神话背后是残酷的现实。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有 20% 的初创企业在第1年就倒闭了，能坚持20年的新企业甚至不到 15%。所以创业这条路光鲜亮丽，但九死一生，你得想清楚。第二条路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在大公司里当一个打工人。你可千万别小看这条路，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你能进入一家顶级公司，比如高盛、微软、谷歌，那就抓住这个机会。虽然很多人对大企业的稳定工作不屑一顾，但这些地方能教给你的知识，给你履历的背书，是你在别处很难得到的。当然，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好，光会干活还不行，你还得懂点游戏规则。你需要具备在组织里游刃有余的政治技巧，赢得高层的支持，并且在面对企业里那些不可避免的不公时，保持一颗成熟的大心脏。而对于打工人来说，实现财富加速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可能就是有策略的跳槽。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外部公司往往比你现在的雇主更看重你的价值，因为老板们容易对老员工产生审美疲劳。就拿美国来说，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3月，过去1年换过工作的美国人薪酬平均涨幅是 7.7%， 而没换工作的人只有 5.7%。虽然每个国家都可能会不同，差距也会变，但跳槽的人工资涨得更快，几乎是一条铁律。当然，跳槽也是一把双刃剑。过于频繁的跳槽会让你的简历很难看，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不稳定。所以策略应该是在一个地方至少深耕2到3年，把能学的都学到，把价值榨干，然后再跳到下一个能让你技能、职位和薪酬都有实质性提升的平台。第3条路是一条被很多人，尤其是被精英阶层严重忽视的隐藏赛道，作者称之为基层经济。你可能觉得赚大钱的都是那些科技新贵、金融大鳄，但数据显示，在美国每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的人里，大多数都不是这些人，而是地方性的企业主，比如汽车经销商、饮料分销商等等。美国的小型企业贡献了 44% 的 GDP， 创造了23%的新增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技术工程领域存在着巨大的机会。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崇拜那些需要顶尖学历的白领工作，以至于让整整一代年轻人都看不起这些能提供稳定、高薪且真实价值的蓝领职业。这恰恰就是普通人的机会所在，一个竞争没那么激烈，但需求极其旺盛的蓝海市场。好了，选定了赛道，也开始赚钱了，那赚来的钱和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又该如何管理呢？这就是财富方程式里充满魔力的第3个要素——时间。我们下一部分接着聊。上一部分我们聊了如何把天赋投入到正确的职业赛道上去赚钱，但赚钱本身并不能让你实现财富自由。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财富差距的是你如何运用赚来的钱，以及如何利用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但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的资源——时间。这就是财富方程式里的第3个要素。那么，时间这东西在财富的世界里到底是如何施展它的魔法的呢？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具体的金融机制来发威力的，这个机制就叫做复利。复利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大到连爱因斯坦都曾经说过，它是世界第8大奇迹。复利的原理说白了就是利滚利，你赚到的利息会加入你的本金，在下一年继续为你生息。这个过程一开始很不起眼，但经过时间的放大，效果惊人。书里举了个例子，100块钱年利率 8%，30年后靠着复利，它会变成将近1006块，是没有复利情况下的差不多7倍。当年一棵小小的幼苗就这样长成了参天大树。这还只是100块钱，如果我们把投入的金额和时间再放大一点，你会看到一幅更震撼，甚至可能会让你感到焦虑的画面。书里算了一笔账，假设在美国，一个人每年投资12000美元，
年回报率8%，并且只坚持头10年，然后就停下，让这笔钱自己去滚雪球。如果他从25岁开始投到35岁为止，到他65岁退休时，这笔钱会变成大约250万美元。但如果他错过了黄金10年，从45岁才开始做同样的事情，投到55岁，那么到他65岁的时候，账户里只会有大约50万美元。你看，同样是投入12万美元的本金，仅仅因为开始的时间晚了20年，最终的结果就相差了整整200万美元。这就是时间的魔法，残酷又公平。股神巴菲特99%的财富都是在他52岁之后才积累起来的，这恰恰说明了让雪球滚得足够久远，比你一开始拥有多大的雪球更重要。所以作者说，投资就像种一棵橡树，最好的开始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热血沸腾，准备马上开始你的复利之旅了。但别急，作者提醒我们，复利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兄弟，他也在用同样的方式，日复一日的悄无声息的侵蚀你的财富。这个东西就是通货膨胀。你肯定有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货膨胀。它也是用复利的方式在计算的。书里举例，如果年通货膨胀率是3%，那么今天花100块能买到的东西，30年后就需要花243块。这意味着，如果你打算30年后退休，你需要比现在多赚2.5倍的钱，才能维持和今天一样的生活水平。你看，一边是复利这个天使在帮你把财富滚雪球，另一边是通货膨胀这个魔鬼在让你的雪球不断融化。所以我们的任务就很明确了，我们投资回报率的增长速度必须跑赢通货膨胀的侵蚀速度，这个跑赢的部分才叫做你的实际回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大量的钱长期放在银行的活期账户里，因为活期利息通常都跑不赢通货膨胀。你把钱存在那里，虽然账户上的数字没少，但你的实际购买力，也就是你的真实财富，每天都在缩水。你以为你在储蓄，实际上你是在亏钱。所以从长远来看，时间既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敌人。但要驾驭好这股力量，我们必须回到时间的本质，回到我们如何度过每一个当下。我们总以为钱是最终的货币，但作者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货币其实是时间。你想想，这个世界上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每天都拥有同样公平的24小时。时间无法倒流，也无法借贷，它才是我们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最终决定了你能拥有多少财富。作者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非常震撼。大概在6年前，他实现了一个儿时的梦想，买了一架属于自己的私人飞机。你一听肯定觉得这是富豪在炫耀吧？但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轻松的一个财务决定之一。为什么？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他住在迈阿密，但每周都要飞到纽约去教书，还要飞到全美各地去开会演讲。他计算了一下，如果有了自己的飞机，省去了所有在机场排队、安检、等候的时间，他每年可以多出整整13天的时间待在家里陪伴他的儿子们。10年下来就是130天，相当于4个多月的时间。他问自己，在生命的尽头，我是想让银行账户里多出1200万美元，还是想多拥有4个月和儿子们在一起的回忆？答案不言而喻。你可能暂时还买不起私人飞机，但这个思维方式是完全可以复制的。你也要开始算一算自己的时间账是什么，在偷走你的时间。比如买菜，现在很多地方都有送菜上门的服务。如果你每周要花3个小时开车去超市排队结账再开回来，1年下来就是150多个小时，相当于浪费了整整2个星期的白天时间。你把这2个星期用来放松或者投入工作，难道不更值得吗？再比如，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社交媒体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财富杀手之一。它剥夺了年轻人最宝贵的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工作、学习或者进行真实的人际交往。有研究表明，在27种不同的休闲活动里，社交媒体在提升幸福感方面排名垫底。所以不妨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屏幕使用时间报告，问问自己这些时间花得值吗？作者本人是个懒人，他的秘诀就是把所有自己不擅长或者不做也行的服务统统外包出去，然后把省下来的时间和金钱全部投入到2件事上。第一，努力在他能挣钱的领域里做到顶尖；第二，做更多能让他感到快乐的事情。算完了时间账，我们再来算金钱账。你经常会听到有钱人说，我从来不担心钱的问题。作者告诉你，千万别信，这是他们在变相炫耀。
他认识的每一个有钱人都非常在意钱，他们会像对待稀世珍宝一样细致地追踪、管理和呵护自己的每一分钱。所以你也必须开始记录。管理学上有句名言，凡是可以量化的就可以被管理。在财富积累的初期，也就是20-30岁的时候，记账甚至比存钱本身更重要，因为这是在培养你对资金流向的敏锐度，也是在锻炼你的自律品格。而且你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感觉。心理学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在预测花销这件事上简直是个谎话精。人们预测自己的开销往往会比实际开销少，因为我们总是会忽略掉那些层出不穷的意外花销。所以数据永远比你的意图更重要，你必须根据你实实在在花出去的钱来做规划，而不是你以为或者计划花了多少钱。那么具体该怎么规划呢？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3大水桶理论。你可以想象，你每个月的收入像水一样会流进3个不同的水桶里。第一个桶是日常消费桶，装着你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花的钱，比如房租、伙食、交通、水电费等等，这是你每个月开销的基准线。第二个桶是中期支出桶，比如未来买房的首付、读研究生的学费、结婚的费用，或者一笔应急基金。第三个桶是长期投资桶，这是你通往财富自由的基石，里面的钱会通过我们前面讲的复利，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你的任务就是在保证第一个桶够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把更多的水引到第2和第3个桶里去。最后，作者还特别给年轻人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你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前10年，也就是20多岁的时候，你不必因为自己没攒下多少钱而感到焦虑。因为在这个阶段，你的收入通常不高，而且生活充满了各种体验的可能，你应该去享受它。但是你必须开始养成储蓄的习惯，哪怕每个月只往储蓄账户里放10块钱，这个动作就像去健身房锻炼肌肉一样，是在培养你的储蓄肌肉和自律的品格。等到你30-40岁进入收入的高峰期时，这块被你锻炼的强壮有力的肌肉才能帮你稳稳地接住那些大额的收入，并把它们有效地转化成能为你创造财富的资本。好了，关于时间这双重魔力，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既要看到它在长期投资中的复利伟力，也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像管理公司一样精打细算地管理好每一分钟和每一分钱。那么，当我们的长期投资账户开始有了一些积蓄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投资，才能让我们的钱安全又高效地为我们工作呢？下一部分，我们将进入财富方程式的最后一个，也是最硬核的部分，那就是分散投资。上一部分，我们学会了如何管理时间和金钱。当你的长期投资账户开始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一个巨大的、充满了诱惑和陷阱的世界就向你敞开了大门，那就是投资。但在开始之前，需要先说明的一点是，接下来的投资内容都来自于对原书作者斯科特·加洛维观点的解读和分享。书中对各类资产都有非常详尽的分析，这里只能为你勾勒一个轮廓，如果想了解更多细节，可以去看看原书。好了，我们继续。我们每天都能在网上看到各种股神的传说，好像只要我们足够聪明，选对了那只天命金股，就能一步登天。但作者却用真金白银和血泪教训告诉你，别做梦了。想靠自己成为股神，大概率只会让你成为被收割的韭菜。普通人想在投资上获得胜利，靠的不是智商和技巧，而是一种近乎佛系的智慧。我们先从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赌局开始，主角就是股神巴菲特。几年前，他公开下注说，一个最普通的追踪美国标普500指数的基金，在未来10年的表现能够跑赢任何由华尔街精英管理的对冲基金组合。结果呢？10年后，那个平平无奇的指数基金总回报率高达126%，而那些由精英管理的基金回报率只有区36%。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华尔街最不愿提及的秘密：长期来看，几乎没有人能稳定的跑赢市场。根据数据，在过去20年里，美国94%的大盘股基金业绩都跑不赢标普500指数。所以你看，投资的第一层智慧就是要放弃人定胜天的幻想，承认自己的渺小。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引出了投资的第2层智慧——分散投资。作者在这里分享了他自己2次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第一次是把他全部身家都压在了自己创办的公司上，结果在40岁的时候，公司破产。他损失了70%的净资产，几乎被打回原形。第2次是他过早卖掉了网易的股票，错失了50倍的收益。他说，每一次看到网易的股票代码，
都感觉胸口挨了一枪。但是重点来了，虽然像挨了一枪，但他还活着。为什么？因为他吸取了教训，他的投资组合里还有苹果、亚马逊这些公司。这些分散的投资让他在犯下大错时依然有资格留在牌桌上。这两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分散投资的真正意义。它不是一个让你追求更高收益的进攻性武器，而是一件保护你能在残酷的市场中活下来的防弹衣。所以，作者总结出了2条黄金原则：第一，集中精力提高当前收入；第二，分散投资积累长期财富。在你的主页上，你应该像一个专注的赌徒，全力以赴。但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绝不能再用同样的赌徒心态去投资，必须为他们穿上防弹衣。道理都懂了，那具体该怎么干呢？作者在书中分享了一套他个人非常推崇的，被他戏称为懒人投资法的哲学3部曲。简单来说，就是开一个低成本的券商账户，把你的长期资金主要投入到能代表整个市场的低成本的指数基金 ETF 里，然后持续投入并长期持有。这个思路背后是对各种投资工具的深刻理解。我们日常能接触到的投资品，无非就是股票当老板、债券当债主和房地产资产之王。面对这么多选择，我们普通人很容易犯选择困难症。所以作者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选择可能不是去单挑某一个，而是直接买入一个大礼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TF 指数基金。一个追踪主流指数的 ETF，相当于让你用一笔钱就同时持有了几百甚至上千家公司的股票，自动就实现了分散风险。而且因为是电脑在被动管理，所以费用极低。在作者看来，这种省心、省钱又省力的工具，简直是为我们普通投资者量身定做的。那么在具体的资金分配上，书中也提供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考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82式的平衡思路。这个思路的核心是把你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想象成2个部分，其中占大头的80%，作者建议可以考虑投入到前面提到的那种以 ETF 为主、被动稳健的核心投资组合里去。这部分是你的财富压舱石，追求的是市场的平均回报，目标是长期稳定的增长。而剩下的小部分，也就是20%，作者认为可以把它看作是你的学习基金。你可以用这笔钱去尝试一些你个人非常看好的个股，或者其他你感兴趣的投资品。这部分资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发家致富，而是为了让你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亲身下场去感受市场，学习分析公司，并了解自己的情绪和风险承受能力。这就像是在游泳池的浅水区练习，就算呛了几口水，也不至于有危险，但你却能学会游泳的真正技巧。好了，到这里，我们关于《财富方程式》这本书的精读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一起走过了这条通往财富的完整路径，从最根本的自律开始修炼我们的品格，然后学会专注戳破热情的谎言，去追随我们的天赋。接着，我们理解了时间的双重魔力，既要善用复利，也要精细管理。最后，我们掌握了分散投资的智慧和方法。这4个要素共同构成了那个简单而深刻的财富方程式：财富等于专注加自律乘以时间乘以分散投资。但作者在书的最后用一个温情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方程式的最终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他讲到，在他母亲生命的最后1周，无论盖多少被子都觉得冷，只有当他像小时候母亲抱他一样，把母亲抱在怀里时，他的颤抖才平息下来。那一刻，他才感到自己前半生所有的奋斗和追求都有了意义，因为他努力换来的财富，让他有能力、有时间、有底气，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最需要他的时候陪在他身边。这或许才是财富的终极意义。